今年海带大丰收，却成了全村的灾难。收购价跌到1毛钱一斤，连雇人收割的工钱都不够。我自费租了村里一个破厂房，搞海带食品加工基地，3块钱一斤收购村民的海带，烘干之后在网上卖8块钱一斤。我本以为这是一件双赢的事，结果几户村民们不乐意了。陈志远，你还有脸站在这里？你3块钱收我们的海带，转头就在网上卖8块，一斤赚我们5块的血汗钱，你这钱挣得倒是容易。我听了王婶的话，整个人愣住了。还没等我开口，一个叫陈大勇的年轻人就站了出来。就是，你3块进8块出，合着我们天天起早贪黑泡在海里，全是给你打工的，亏我们还把你当自家人。各位叔伯，你们听我说，这里面有很多成本你们不知道。我除了收购你们的海带以外，还自费租了厂子，买了加工海带的设备，这些都要算进去。我一斤能赚1块钱就不赖了。陈志远，你少在这糊弄人！你租厂子买设备完全是为了自己赚钱，凭什么摊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就一个要求，把你贪我们的黑心钱退回来，不然今天这事儿没完。张明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从租厂子开始，他就陪着我。我以为这次风波他会站到我这边，可没想到他竟然也帮着村民们声讨我。张明，别人不知道我回村是为了啥，难道你也不知道吗？志远，我只是实话实说。再说了，你租厂子确实也赚到钱了，这是事实。难不成你想让我帮你说谎？志远，把钱退了吧。叔，你说什么？志远，听叔的，把钱退给大家吧。叔，我压根就没赚多少钱，我退什么？我买设备花的30多万，到现在还没有回本。志远，你说的叔都懂，叔知道你这一路有多难，可咱们老陈家一辈子最重的就是这个名声，我不能临老了让人戳脊梁骨，说我侄子坑村民们的血汗钱。就是，陈志远，你亲叔都发话了，你赶紧给我们退钱，一斤退我们5块，这事儿就算了。对，乡里乡亲的，我们也不多要。你已经赚了我们5块，现在退我们5块就行。你算算该退多少？截止到今天，我收了村民1万斤，一斤退5块，那就是5万块钱。今年要不是我收购，你们的海带早就烂地里了。现在你们就这么对我？是啊，今年要不是志远回村收海带，咱们的海带可就全烂地里了。他赚点辛苦钱也是应该的，大家还是不要为难他了。张老头，你少在这和稀泥！他拿我们的海带，中间商赚差价，我只不过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钱，怎么就叫为难了？听了王婶的话，我也有些生气了。什么叫做中间商赚差价？我那明明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既然他们这样说我，那这生意我不做也罢。好，既然如此，你们的海带我不要了，这厂子我也不租了。你说什么？听了陈志远的话，人群爆发出巨大的嘘声。就在场面快要失控的时候，张明突然往前跨了一步。大家静一静，都静一静，听我说。声音压过了所有嘈杂，顿时所有人都看向张明。陈志远不租了，我租，我明天就去买机器，我带着大家单干，赚了钱大伙儿平分。真的假的？赚了钱真平分？那岂不是卖的越多，我们赚的越多？李婶搓着手，声音也因为兴奋而发颤。那还有假？我张明对天发誓，要是私吞1分钱，就天打5雷轰。怎么样？大家谁要跟着我干？我跟你。我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不由得笑了。我说张明为啥帮着大家一块指责我？原来是眼红我赚钱了。可他根本不懂食品生产，也没有销售渠道，他带领大家单干，那就是个笑话。但这些被利益冲昏头脑的村民显然想不到这一点。好，既然大家信我，那咱们现在就干第一件事儿，所有人抓紧时间找陈志远退货退钱，把你们的海带都拉回来。等明天设备一到，我照单全收。张明的话音刚落，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涌向仓库。张大爷重重地叹了口气：志远，对不住啊，这些人都是被猪油蒙了心，你别往心里去。陈志远接过还带着余温的鸡蛋，心里五味杂陈，摇了摇头没说话。不到1个小时，满满一仓库的海带就被搬得一干二净。我厂里的会计也配合着把钱全退了。就在我准备关门的时候，张明朝我走了过来。张明双手插在裤兜里，围着陈志远转了一圈。陈志远，你说你这是图啥呢？早把差价退了，哪有这么多事儿？现在厂子黄了，几十万打了水漂，丢人不丢人？不过看在一个村的份上，我也不让你太亏。你厂房里那堆破铜烂铁，1万块钱打包卖给我得了，省得你费劲拉走。陈志远忍不住笑了。1万块？张明，你没睡醒吧？我这一套设备花了30多万，你1万块就想买走？
你怎么不去抢？陈志远，你别给脸不要脸！现在除了我，谁还会要你这些破东西？你要是不卖给我，回头这些设备就只能当废铁卖，最多卖个几百块钱。不用你操心。说完，陈志远掏出手机，当着他的面拨通了工人的电话。王哥，你调2辆货车过来，把厂里的设备全部拉走。对，现在就来。挂了电话，陈志远看着张明铁青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张明，我的设备就算当废铁砸了，也不会卖给你这种人。陈志远，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干得比你好100倍，到时候让你跪着求我。说完，他狠狠地踹了一脚旁边的筐子，转身气冲冲地走了。等王哥带人把设备拉走后，我把钥匙放在了桌上，回了家。第二天一早，陈志远刚吃完早饭，就听见厂子那边传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本来不想再管这些闲事，但那鞭炮声吵得人心烦，鬼使神差的，我还是抬脚往厂子走去。只见张明正站在厂子门口的空地上，指挥着几个工人往下卸设备。慢点，你们慢点，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宝贝，我看着一套不知道转了多少手的旧设备，笑了。可村民们却不这么想，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拉着自家的海带，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张明收购。设备已经装好了，大家把海带都过一下秤，放入库房后就可以回去了。回去？回什么去？钱呢？你不给我们结账，我们凭什么回去？对啊，凭什么？我们拉海带过来是卖钱的，不结账我们不回去。此时，周围的村民也瞬间反应过来，纷纷附和道。张明双手一摊，脸上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钱？什么钱？我啥时候说过要给你们钱了？村民们一听，瞬间愣住了。我昨天明明说的是，大家把海带拿过来入股，咱们一起干，赚了钱利润平分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花钱收购你们的海带了？你胡说！你昨天明明说照单全收，什么时候说入股了？我们要是知道是入股，谁会把海带拉过来？就是啊，你这不是骗人吗？就是，你今天不给钱，我们不卖了。吵什么吵？不卖给我，你们拉回去能卖给谁？陈志远已经不干了，现在整个镇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收海带。他们心里清楚，张明说的是实话。现在除了他，再也没有人会来村里收海带了。行，记账就记账，但是你得给我们写个欠条，到时候卖了钱必须第一时间分给我们。没问题。我看着眼前的这场闹剧，不由得笑了。我倒要看看这海带厂张明到底怎么玩转他。快点，快点，都麻利点！城里的大老板马上就来拉货了，快点，快点！卖了这一批，我晚上就给大家分钱，快点，快点！听到这话，我有点意外，没想到张明还真能找来个老板。王老板，您可算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您看我用的海带全是嘎嘎好的上等货，您卖回去绝对好卖。老板，您看看，我们这海带质量最好了。是啊，是啊，您多收点，我们都等着钱用呢。就是，我儿子还等着我给他交学费呢。你这货我不能收。为什么，王老板？我这海带多好啊！您再看看，再看看。你这批货一半烤焦了，一半没干透，储存不了3天就会发霉。而且，你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呢？为什么不挂起来？什么证？我们自己村的海带，自己加工自己卖，还要办证。你这3、5厂子，连最基本的食品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干海带白送我都不要。哎，王老板，您别走啊！只要你肯收下我们的货，咱们的价钱好商量。7块钱1斤行不行？不，5块，5块行不行？这玩意儿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要不起。说完，王老板指挥着司机开车，面包车很快就消失在了路的尽头。此时，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什么破老板，一点都不识货！你还好意思说？当初你说好了，带着我们赚大钱，现在人家都不收，我们可怎么办啊？关我什么事儿？是他自己不识货，又不是我不让他收。再说了，谁让你们烘海带的时候不认真，烘成这个鬼样子，谁会要？什么叫我们不认真？不是你在旁边催着，快点吗？就是，你说大老板马上就到，让我们赶工，我们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好，赖我，都赖我，我就不信了，这天底下就没有识货的。我这就去和其他人联系。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我的海带质量好得很，合格证。
什么合格证？我自己家的海带还要什么证？喂，你挂我电话干什么？就这样，张明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气得他把手机都摔在了地上，从库房里冲了出来，脸色铁青。张明，怎么样了？收购的老板们什么时候来呀？急什么？人家就算是来，也需要时间。都散了，赶紧干活吧。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找到什么老板，他只是在拖延时间。张明还没有来得及生产的鲜海带全部坏了。我的海带呀！我辛辛苦苦捞了半个月的海带啊，全烂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烂呢？我明明洒水降温了。洒水有个啥用？我昨天就跟你说，把厂子里的制冷机打开，你说费电，现在好了，全烂了，你赔我们的海带。我怎么知道会烂这么快？这能怪我吗？要怪就怪天气。再说了，我也是为了大家好，省下来的电费，到时候不还是你们的吗？你胡说，你就是个骗子！你说有大老板收海带，结果连个人影都没有。你说利润平分，现在我们连本钱都赔进去了。对，赔我们的海带，赔海带！我站在远处看着这乱成一团的场面，心里没有丝毫波澜。而我万万没想到，这只是张明坑村民们的一个开始。从那天起，张明为了平息村民们的怨气，天天抱着一箱已经生产出来的干海带，跑道来跑去做推销。第一天，他跑到了镇里找。老板，这可是好海带烘干的，之前人家卖10几的，我也是看着和您有缘才卖8块的。你少在这说废话，别人给你10几，那你找别人去啊，找我干啥？你这老板真不识货，你不要我找其他人去，牛气什么啊牛气！第二天，张明天不亮就又跑到镇里去寻找下家，可找了许久，最高出价的也才2块5块一斤，就这还要求张明送货上门，卖不完退货。张明不死心，从镇里杀到了县里，找了一家卖海鲜制品的连锁店。有生产资质吗？有第三方质检报告吗？条形码申请了吗？这些我还没办。那不行，工厂不专业，我们连锁店担不起这个责任。商场的采购更直接。有日配能力吗？能接受3个月账期吗？有退换货机制有吗？我想办法。此时的张明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彻底。张明这小子怎么回事啊？好几天没见人了，电话也不接，这算怎么回事啊？唉，早知道我就不把海带卖给他了，真是后悔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张明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商。已经生产好的海带干他也卖不出去，现在他欠了村民们一大堆账，一点偿还的能力都没有。陈志远，你是不是在背后搞我？我搞你什么了？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收我生产的干海带？就连那些原来跟你合作好好的，一听到我的声音挂电话，是不是你打了招呼？是不是你见不得我好？我把厂子办起来让全村赚钱，对你有什么坏处？你自己生产的干海带不合格，没有人要，关我什么事儿？我家不欢迎你，请你离开。好，算你厉害。陈志远，算我求你，只要你帮我联系上合作商，把厂子里已经生产出来的干海带卖出去，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行不行？张明，你脑子进水了？你那个破厂子什么资格证都没有，就算我帮你联系收购商，也没人会要的。你还是赶紧想别的办法，赔村民们钱吧。陈志远，你别太过分！你现在不帮我，等我翻身了，有你后悔的。我本以为张明听了我的话会放弃卖干海带。大家好，我是白溪村村民张明。我们村几百户渔民辛辛苦苦种了1年的海带，现在全部滞销，大家血本无归。望好心人能帮帮我们，买一点我们的制作的干海带，帮我们回本。你们生产的时候合格吗？不会让人吃了拉肚子吧？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没有科技和狠活，大家放心吧。看到没有，网友们下了3000多单，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就说天无绝人之路，我肯定能带大家赚大钱的。
张明，这就是你说的货？是啊，刘哥，都在这儿了，3000多单，麻烦你了。你这是什么包装？我这都是小本买卖，不赚啥钱，就随便包装了一下。你这海带根本没烘透，没有冲淡，没有脱氧剂，就这么直接封口？你知道现在外面多少度吗？哎呀，刘哥，路上也就2、3天，很快就到了，没事的。没事，2、3天，今天最高37度，快递车里能有50度。你让这玩意儿在50度车里闷2、3天，到客户手里不是长袋就是变质，到时候退货、差评、投诉铺天盖地，你扛得住吗？我这快递小店的名声还要不要了？刘哥别生气，真的没事儿，出事了我担着，绝对不连累你，行不行？这单我不接，为了这点钱坏我10几年名声，不值当。张明后来又找了几家小的快递点，人家都按照规定拒绝了他。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村民们瞬间炸了锅。张明，你给我出来！我的海带钱呢？你不是说网上能卖吗？钱呢？就是，你说跟着你能赚大钱，现在我们可赔的啥都没有了。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可张明始终没有出现。吵什么吵？都给我闭嘴！吵能解决问题吗？既然今年我们收下来的海带已经赔了，现在找张明的事儿也没用，他也没有那么多钱赔给大家。大家要真想挣钱，还是需要去找志远。志远有大本事，是我们错了，我们就要认，就要给人家道歉。他会帮我们吗？之前我们那样对他。你们是不是真心知道错了？我早就知道错了，意识到当时不该帮张明说话。我也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志远对我们有多好。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去找志远道歉。可是，我们之前真的很过分，去找志远道歉，志远不会给我们打跑吧？志远媳妇心软，我们要不先去志远媳妇道个歉？好，就这样办。志远媳妇儿，吃过饭了？村长，叔婶们都坐吧，志远不在家。志远媳妇儿，婶子知道我们之前对不住志远，对不住你们2口子，可是婶子求你了，你帮帮我们吧。李婶，您别这样，有话好好说。我没法好好说呀。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就指着卖海带钱过日子。现在厂子垮了，海带烂了，张明躲着我们不敢出来，我们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志远媳妇儿，以前是婶子不对，婶子给你赔不是了。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你们黑心，更不该跟着张明胡说八道。王婶，您这是干什么？折煞我们了。志远媳妇，我知道志远心里有气，这事换谁谁都得气。可村里2000多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你们总不能真的看着他们饿死吧？饿死又和我没关系，我可是个没良心的人。我早就料到他们今晚回来找我，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出去。志远，以前是我们混蛋，跟着张明瞎起哄，你就原谅我们吧。你要是回来，我第一个跟着你干，让我干啥我干啥，绝无二话。当初你们让我退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是你们自己做错了？那时候是被张明骗了，他说你赚了我们好多钱，说他能带着我们赚大钱，这还又不是您。我们都是没文化的渔民，哪懂这些呀，就被他忽悠了。忽悠？我当初跟你们算成本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听？我跟你们说买设备我花了30多万，你们又是怎么说的？现在你们有求于我了，知道我受冤枉了。志远，我们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只要你肯回来，村里什么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绝没有人再敢说一个不字。对，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你说往东，我们绝不往西；你说打狗，我们绝不撵鸡。谁要是再敢跟你对着干，我第一个抽他。志远，你就原谅我们吧，婶子真的知道错了。掏心掏肺的帮他们，他们却反过来咬我一口，把我当成黑心商人，到处抹黑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我，早干什么去了？他们是糊涂，是贪婪，是忘恩负义，但这就是人性啊。他们一辈子面朝大海背朝天，没见过什么大钱，突然看到8块1斤的海带，心里难免不平衡。再加上张明在旁边挑唆，就做出了错事。可是你看，他们现在知道错了，他们放下身段来求你，说明他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媳妇拉着陈志远的手，他的手很暖，就当是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好不好？陈志远沉默了很久，久到客厅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终于，陈志远转过身，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我可以回来重新干场子，但是我有条件。”听到陈志远这句话，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的表情。王婶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你说，别说一个条件，10个100个我们都答应。对，我只有3个条件，只要你们能做到，我明天就回去干场子。要是做不到，那你们就另请高明吧。你说。陈志远深吸一口气，开口道：“第一，你们已经生产出来的海带干，还有仓库里所有发霉、腐烂的原材料，全部集中起来，当众销毁，一点都不能剩。”这话一出，众人都变了脸色。王婶第一个急了：“全部销毁，那得多少钱啊？那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海带，都是钱啊！”钱？这些变质的海带要是流到市场上，吃坏了人，你们赔得起吗？到时候不是赔钱的事，是要坐牢的。可是赵老三还想说什么，村长瞪了赵老三一眼：“别可是了，志远说的对，这些坏东西不能留，吃坏了人，我们全村都得完蛋。就按志远说的，全部销毁。”第二，厂子停产3天，进行全面彻底的消毒，从生产车间到仓库，从机器设备到运输车辆，每一个角落都要消毒到位。所有进入车间的工人必须穿工作服、戴口罩、戴手套，严格按照卫生标准来。谁要是不遵守，直接开除，永不录用。陈大勇赶紧点头：“这个没问题，卫生肯定要搞好，不然生产出来的东西谁敢吃啊？”第三，从今天起，厂子的所有事务全部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第1年分红，我要占大头，剩下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谁要是再敢聚众闹事，再敢挑拨离间，再敢跟我对着干，立刻卷铺盖走人，厂子永远不会再用他。还有，之前张明跟你们承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全部作废。但我可以保证，只要你们好好干，踏踏实实干活，每个月都能拿到稳定的工资，年底还有分红，比你们出去打工强得多。王婶犹豫了一下，小声问：“那工资大概多少？”
轻轻抱住陈志远的腰。谢谢你，志远。陈志远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手。咱俩还客气啥？我不是因为你才回去的，我是为了自己当初投进去的30多万，还有舍不下的乡情。媳妇抬头看着陈志远，眼睛亮晶晶的。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狠心不管他们。大家分成3组，第一组由陈大勇带领，负责清理生产车间；第2组由赵老三带领，负责清理仓库；第3组由王婶带领，负责清理厂区和运输车辆。现在开始行动。众人立刻行动起来，没有人偷懒，没有人抱怨，都埋头苦干。当陈志远走进生产车间时，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海带丝。陈大勇带着几个年轻人正在把地上的变质海带装进编织袋里。见状，陈志远连忙提醒道：“小心点，别弄破了袋子，汁液流到地上不好清理。”知道了，志远哥。陈大勇应了一声，加快了手上的速度。随后，陈志远走到张明买的机器旁边。陈大勇见陈志远检查机器，凑了过来：“这机器咱还要吗？”陈志远拍了拍机器，回答陈大勇道：“当然不能要了。等厂子彻底消杀完，我就让人把我的设备拉回来。”另外，张明只交了1个月的押金，没交房租，现在已经逾期半个月了。房东早就想跟他解除合同，我一联系，他立刻就同意把厂房重新租给我，还免了我半个月的租金。那太好了。这时，王婶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志远，厂区外面的垃圾都清理得差不多。张明那小子去哪儿了？当初他自己单干的时候，豪言壮语的，现在惹出事了，自己藏起来了。张明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被治安员带走调查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吸取他的教训，不要违法犯罪。村民们听了陈志远的话，纷纷点头。下午，陈志远和村民们把所有的变质海带制品和腐烂原材料都运到了村口的垃圾处理厂，集中运送走了。要是当初听志远的，就不会变成这样。赵老三叹了口气：“是啊，都怪我们太贪心了，被张明那个混小子骗了。一定要听志远的，好好干，踏踏实实赚钱。”就这样，我们一直忙到晚上8点。食品生产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志远，原来加工海带这么多讲究啊！以前张明在的时候根本不管这些，洗一遍就烘干，包装也马马虎虎的。
难怪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做食品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卫生和质量，要是质量不过关，就算你吹得天花乱坠，也没人买你的东西。而且，食品是入口的东西，要是出了问题，那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是啊，是啊，以前我们不懂，现在明白了，以后肯定严格按照标准来，绝不再糊弄人。此时陈大勇凑了过来。对了，志远哥，我们生产出来的海带丝能卖出去吗？放心吧，我已经联系好客户了。之前跟我合作的老李听说我重新接手厂子了，已经跟我订了10万斤的货。我之前的网店也重新开张了，现在每天能有几百单，等产能跟上了，销量还能再翻1倍。真的？太好了！当然是真的，只要我们把质量搞好，订单会越来越多的。下午老李给我打来了电话，志远，听说你重新干厂子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回来的。之前那些订单我都给你留着呢，只要你的产品质量没问题，我全部都要。放心吧，李哥，质量绝对没问题，我亲自盯着生产的。那就好，我明天就派车过去拉货。对了，价格还是按以前的。挂了电话，陈志远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工人们，大家都欢呼起来，干活的劲头更足了。接下来的几天，厂子的生产步入了正轨。陈志远正对着账本核对产量，手机突然急促的炸响。陈志远，10万火急，超强台风山神预计6小时后正面登陆我们沿海，最大风力13级，伴有特大暴雨和风暴潮。你们立刻组织人员抢收海上所有未收的海带，晚一步就全烂在海里了。陈志远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圆珠笔啪的砸在账本上，墨汁晕开一大片。知道了，王哥，我们马上行动。麻烦你再帮我们盯着点风向变化。所有人立刻停机，放下手里的活，全部出来集合，快！工人们听到陈志远变了调的喊声，纷纷关掉机器跑了出来。王婶擦了擦手上的盐水，着急的凑过来。怎么了，志远？出啥事儿了？机器还转着呢。台风2个半小时后就到，海上还有80亩挂养的海带没收。现在全部跟我去海边抢收，能多收1斤是1斤。我的天爷，80亩，这点时间怎么可能收得完啊？收不完也得收，那是全村人下半年的口粮和孩子的学费。陈大勇，你带12个年轻小伙子去码头开所有渔船，把备用的发动机也装上。好嘞，志远哥，我这就去。陈大勇二话不说，转身就往码头跑。赵老三，你带5个人去仓库扛编织袋、粗绳子和雨布，能拿多少拿多少，明白？赵老三抓起墙角的安全帽就冲了出去。王婶、李婶，你们俩分头跑遍全村，敲锣喊人，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能走能动的，全部到东码头集合。家里有3轮车、拖拉机的，全部开过来运货。知道了，我们这就去。志远，怎么了？这是慌慌张张的。台风要来了，赶紧去把家里的雨衣、雨鞋都抱过来。再去村卫生室拿点创可贴和碘伏，你自己也穿厚点，海边风大。知道了，千万小心。陈志远跑到码头的时候，陈大勇已经把8艘渔船全部发动起来了。柴油机的轰鸣声压过了越来越大的风声，船舷上绑着的救生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志远哥，所有船都检查过了，油也加满了，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每艘船坐5个人，穿好救生衣，谁也不许单独行动。陈志远抓起一件橙色救生衣套上，第一个跳上最前面的领航船。8艘渔船劈波斩浪，朝着海带养殖区疾驰而去。海面上已经翻起了1米多高的浪，渔船在浪尖上上下颠簸。陈志远站在船头，死死盯着前方的养殖区浮标。大家抓紧船舷，别掉下去！一个年轻小伙子笑着喊，脸上却难掩紧张。放心吧，志远哥，我们都是在海里泡大的。10几分钟后，陈志远和村民们终于抵达了养殖区。大家听我指挥，2人一组，1人割海稻，1人往船上递，动作快点，能收多少是多少。说完，陈志远拿起镰刀，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海水里。村民们也纷纷跳下水，挥舞着镰刀开始收割。大家小心脚下的礁石和烂绳，别绊倒了。知道了，你也别太拼了，慢一点，没事。一个大浪打过来，把陈大勇拍得一个趔趄。加油，没事吧？没事没事。这点浪算什么？以前我跟着我爹出海打鱼，比这大10倍的浪都见过。志远，我们来了，全村能来的都来了。天色暗得像傍晚6、7点，还有最后10亩，大家加把劲儿，收完这片我们立刻撤。众人齐声应道，声音虽然疲惫，但却异常坚定。
就这样，我们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抢收成功。我媳妇在家里给大家熬了姜汤，众人纷纷接过姜汤，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热乎乎的姜汤顺着喉咙流进肚子里，驱散了身上的寒气，也温暖了每个人的心。外面的暴风雨还在肆虐，但场子里却充满了欢声笑语。我看着眼前这些淳朴善良的村民，心里一阵温暖。之前所有的委屈和不满，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我知道，经过这次台风抢收，大家的心真正的凝聚在了一起。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白溪村的日子一定会像这锅里的姜汤一样，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温暖。